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开播即爆，剧情欢乐值非常高，诚意打戏依然是王者。富山海开播热度真的好猛，双平台预约超1245万。首日云和显示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16.8%，登顶2025年新剧榜首。实战派打戏更是被央视点赞，9月开播即爆的新剧就属它了。当然，一部剧过爆会迎来更多的审视，尤其《富山海》这部剧在原著故事基础上进行了主题式的改编，对于那些偏好原著的网友来说，可能就不太友好。因此，口碑方面一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。先说原著《神州奇侠》，小说以宋末元初为背景，然后围绕江湖势力与庙堂权力展开，是非常正经的长篇武侠小说，也算是初代武侠小说中的经典系列。但必须强调的是，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江湖故事，曾经正统的武侠英雄，对我们智能时代的年轻人来说，已经显得太老套了。别说温瑞安写的《神州奇侠》了，就拿影响了一代人的《射雕英雄传》来说，今年春节档被徐克拿去重拍，徐老怪尊重金庸老爷子的遗愿，没有进行大幅度的改编。结果呢？大家也看到了，经典剧作加顶流明星的阵容依然败下阵来。是徐克和肖战不行吗？看看东方不败、青蛇这些经典，再看看今年《藏海传》的热度，就知道这两个人都没有问题。问题出在哪？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这个故事太老套了，年轻人不感兴趣。所以我个人是支持富山海进行大规模改编的操作。虽然穿书加系统加武侠的主题改编模式，确实有点在原著坟头蹦迪的意思。可耐不住剧迷喜欢啊！对原著特别执着的书粉，要默认书剧分家这个行规。从前6集来看，《富山海》的剧情氛围和6月大热的《书卷一梦》有点类似。一开始出场的颓废社畜萧明明，也是诚意分饰3角色之一。他是在改写《神州奇侠》时穿越的，还绑定了1年成武林盟主的系统任务。一直很憋屈的萧明明反应过来自己穿书后，一直以为自己是武林高手，轻功第一，内功第一，剑法第一，结果现实给他一连串打击。先是他认为自己轻功盖世，从2楼飞出去，结果在半空卡住了，直接掉在一车白菜上面，也被网友戏称为小趴菜。然后是他母上大人告诉他，咱们这个院子你排第5，你爹、你娘、你大哥、二哥，然后就是你。接着他还被恶势力吊起来虐，兄弟还不救他。感觉一开始穿过来的萧明明纯一个开局小白，干啥不行，还没有所谓的金手指，连系统也欺负他，直接跟他说要靠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。应该没有哪个穿书者有他惨吧？连他自己改写《神州奇侠》时加的福袋 NPC 风朗也成了剧情 buff。反正我要承认，一开始看《富山海》的快乐都是萧明明给的。目前看剧集欢乐值比较多，很适合年轻人看。演员方面确实如同有的网友吐槽的那样，诚意在这部剧中不管是造型还是人设方面，和他曾经的经典角色有很多重合之处。在出穿成萧秋水时，懒洋洋的态度和曾经的李莲花很是相似。开播时被吐槽原声台词含糊不清，就是在这一段中最明显。妆造方面复制粘贴的也很严重，更要命的是每一套妆造都很普通，不像沉香如屑以及莲花楼中每一部都有经典的特色造型设计。这样的敷衍也让富山海显得很流水线。值得称赞的还是诚意的打戏，他在这方面确实非常有天赋。尤其是萧秋水护送吴老夫人走的那一段，真的有李香怡的感觉。在他被围堵后，整个人开了大号，红衣
黑披风、长剑，脸上的血渍，配合程毅的身法和快速剪辑的冲击力，果然是活化非遗武术啊！总感觉看到这儿傅山海才真正对味儿了。希望后续他饰演的白发反派李晨舟角色会有更多突破，毕竟我们等古装程毅快2年了，希望他的剧还能继续爆。傅山海自开播以来，迅速成为荧屏新宠，首日热度直冲榜首，双平台预约量突破1245万。云和数据显示，有效播放市占率高达16.8%。这样亮眼的成绩足以证明观众对这部剧的关注度与期待值，尤其是央视点赞其实战派打戏，更让剧集热度进一步升温。可以说，傅山海一开局就以开挂的姿态成功出圈。不过，热度高涨的同时，争议与讨论也随之而来。很多书粉最关心的一点是该剧对原著《神州奇侠》的改编。作为温瑞安的经典武侠小说《神州奇侠》，以宋末元初为背景，江湖与庙堂并重，叙事正统，风格厚重。但电视剧在改编时引入了穿书加系统的设定，让剧情整体走向偏向轻喜剧化，这让不少原著粉直呼毁原著。然而，必须看到当代年轻观众的口味与以往大不相同。传统武侠的正统范对新一代来说略显老套，如何在保留武侠骨架的同时加入更贴近时代的表达，才是影视化过程中的关键。从前6集来看，傅山海的氛围轻松欢乐，尤其是程毅分饰的萧明明一角，承包了大部分笑点。作为一个穿书社畜，他原本以为自己会自带金手指，轻功第一，剑法无敌。但现实却狠狠打脸，飞檐走壁失败掉进白菜堆，被网友调侃成小趴菜，在家里身份地位也不高，父母兄长个个比他强，甚至连系统都不给他开外挂，逼着他一点点成长。这种开局小白的设定，与传统穿越爽文主角形成了强烈反差，反而激发了观众的兴趣和笑点。此外，剧中福袋 NPC 风朗的设定也很妙，本是萧明明写小说时埋下的角色，没想到成为了他穿书后的关键助力。这种自嘲式的剧情和近年大热的原叙事风格十分契合，年轻观众自然会买账。可以说，前几集的欢乐值正是傅山海成功出圈的第一张王牌。但不可否认，程毅在剧中的人设和造型确实引发了争议。不少观众指出，萧明明初入江湖时的懒散颓废感，与他曾在莲花楼中饰演的李莲花有些重叠，甚至原声台词也出现过含糊不清的问题。造型方面更是被诟病流水线，缺乏沉香如屑或莲花楼中那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标志性妆造设计。对于一部古装大剧来说，造型上的创新感确实是观众期待的重要部分，这一点或许是制作方需要改进的地方。不过，一旦剧情进入程毅的打戏环节，观众的评价瞬间逆转。他的动作戏依然保持高水准，身法干净利落，招式刚柔并济，极具真实感。尤其是在萧秋水护送吴老夫人一段，程毅披着黑色披风，身着红衣，长剑在手，身影矫健而冷冽，几乎让人想起他在琉璃与莲花楼中那些经典的武打名场面。脸上的血痕与凌厉的眼神，配合上快节奏的剪辑，极大地提升了武侠氛围，让观众直呼这才是江湖。事实上，武侠剧是否能够打动观众，除了故事本身的吸引力，演员的动作表现力也极为重要。程毅的优势正在于此，他的武打表演既有传统武侠的味道，又融合了现代影视的节奏感，能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刀光剑影的冲击力。这也是为何傅山海能在开播初期就获得央视肯定的原因。综合来看，傅山海之所以能开局即爆，一方面在于改编模式迎合了年轻观众的喜好，加入穿书、系统等新鲜元素，
让武侠不再只是严肃正经的代名词。另一方面，则是诚意的个人魅力与实力打戏为剧集增添了极高的观赏性。当然，这部剧仍存在一些不足，比如造型平庸、角色气质重叠等问题。但随着后续剧情推进，尤其程毅饰演的白发反派李晨舟登场，或许会带来新的惊喜与突破。观众对程毅古装剧的期待已经积压了近2年，《赴山海》既是他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也是国产武侠剧探索新道路的一次尝试。从目前的口碑走势来看，虽然争议不断，但热度和话题性足够强劲。如果后续剧情能够稳住节奏，呈现更多高质量的武打场面与人物成长线，那么这部剧完全有潜力成为2025年最具长尾效应的爆款古装剧之一。